誰為愛世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呢一群天使就係中國河北省德蘭會嘅修女。喺20世紀80年代，有一批女青年立志要加入剛剛復會嘅德蘭會做修女。當年有好多殘障嘅嬰兒被遺棄喺教友屋企同聖堂門前，呢一啲年輕嘅修女就被委派照顧呢一啲孤兒。修女都安排呢一啲孤兒接受洗禮，成為天主教徒。仲以天作為佢哋嘅姓氏，因為佢哋都係天父嘅兒女。天刚刚特别聪明。现在在我们这里就开着一个家庭的小超市。这个呢是天晨晨，我们天晨晨呢比较善良。这个天大勇他生活基本都是自己自理吃饭呀，一切生活起居呀都是他自己。天翠翠是特别喜欢做事的，活得也非常开心。天亮亮现在是負責我們這裡的電腦，還有我們這裡的電話。喺1988年。德蘭會正式成立咗孤兒院，取名為黎明之家。我們現在稱為是黎明之家，因為我們開始的時候是孤兒院，但是我們的孩子漸漸長大了，我們不願意讓孩子聽到自己是孤兒這個名字，所以我們就把它改名為黎明。黎明是希望的意思，就是早上的黎明嘛。修女雖然都付出最大嘅愛心，盡力去照顧每一位孤兒，但係人手有限，好難俾到佢哋一對一嘅照顧，所以修女會盡量安排殘疾程度較輕嘅孤兒喺寄養家庭生活，使佢哋能夠感受到家庭溫暖。我們願意讓孩子體驗一個家庭，讓他們體驗到家庭生活是什麼樣，就是程度比較輕的，我們會把它寄養在一個家庭裏邊，在家庭裏邊有爸爸呀、媽媽呀，或者是奶奶爺爺啊，是個正常的家庭，然後跟着人家的孩子在一起成長，然後進入社會學校，讓他體驗社會這個大的環境是什麼樣。但係殘障程度比較嚴重嘅孤兒，普通人嘅屋企冇可能，亦都冇能力24小時照顧到佢哋。於是修女就為佢哋建立以小組為基礎嘅生活中心，有修女同固定嘅工作人員照顧佢哋，而佢哋自己亦都互相照顧，形成一個家庭生活嘅氣氛，令佢哋有家嘅感覺。一嚟可以加強佢哋嘅歸屬感，二嚟亦都可以令佢哋得到較多嘅關愛同照顧。康復站住院的家長，他們需要什麼就可以來我們這裡買，然後我們天剛剛是老闆，就給他們算賬結賬，供給他們一切方便。除咗關愛佢哋之外，
同樣重要嘅就係訓練佢哋盡量發揮自己嘅能力同埋長處，喺生活上佢哋可以做到幾多就盡量俾佢哋自己做，甚至乎互相幫助去完成生活上嘅細節。能夠某程度上照顧自己、照顧別人，佢哋係會更加開心，因為佢哋可以體現自己有能力嘅一面。由於每個小朋友嘅限制都唔同，所以修女要為佢哋度身設計適合佢哋嘅生活護理訓練，等佢哋長大之後可以以最大程度咁自我照顧。這幾個孩子基本上都是腦癱，小的時候正好在我們康復站做治療啊，給他們這一個物理按摩啊治療呀。但是他們大一點了，已經不符合這一個物理治療了，所以我們就是教他生活自理。比如說這個天亮亮，他從去年冬天的時候一直到現在成長了很多啊。以前的時候他自己只能是吃飯，轉着輪椅走。從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就是半年多的時間吧。他學會自己脫穿衣服呀，自己上下輪椅呀，自己上下床呀，基本上都是自己，不需要別人幫忙。在網上有什麼問題，他都會解答一下呀，或者是說有問候他們的，他都會替這些小朋友們去回復啊。這是我們這裡一個對位的聯絡員，他每天起來打理自己的床鋪啊，他都會做。天翠翠是特別喜歡做事的，活得也非常開心，經常高高興興的笑哈哈的。翠翠雖然是這一個狀況，按她這一個體質來說，腦癱是比較嚴重的，她這個張力也是比較高，但是她特別聰明，也比較好強。他看到大人在做什麼的時候，他就喜歡做。如果是不讓他動手的話，他還不高興。所以就開始鍛鍊，讓他自己看他喜歡做什麼就讓他做。所以有時候他洗衣服呀，用洗衣機呀裡，因為他耳朵聽不到嘛，那個滾筒在裡邊來回蹦蹦蹦來回撞，他也聽不到。有時候就是壞的也是比較快。所以縱然是這樣，我們還是讓他自己練習。所以現在就是用洗衣機洗衣服呀，水衣服啊，洗完之後他自己可以晾起來，乾了之後自己收起來，然後折起來，幫忙大家放在櫃子裡邊。雖然住喺黎明之家嘅小朋友並冇受到領養，不過天主依然賜俾佢哋爸爸媽媽、爺爺婆婆，令佢哋一樣感受到至親一般嘅關愛。呢一班爸爸媽媽、爺爺婆婆就係佢哋嘅助養人。呢一啲助養人每個月會為小朋友提供300蚊嘅生活費，亦有一啲係幾個人一齊分擔一個小朋友嘅助養費。凡是來幫忙助養我們的孩子，我們都是根據年齡，如果年輕一點的孩子們都叫他們爸爸媽媽，如果說年齡大的都會叫爺爺啊、奶奶呀，這樣的恩人呢，他們基本上1年會來這裡看一次孩子，所以我們這些孩子呢，就是說爺爺奶奶會來看他們，爸爸媽媽會來看他們，為他們來說是一件非常非常高興的事情。之前就是來之前告訴他們之後呢，他們會興奮的好幾天都睡覺睡不好。他們高興，走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就是他們在一起彼此談論的話題，就會說爸爸媽媽來了怎麼樣，爺爺見到爺爺奶奶心情怎麼樣，他們都會談論好長時間，也會經常為他們這些爸爸媽媽呀、爺爺奶奶呀祈禱。感受到關愛，佢哋亦都懂得回報，就好似其中一位小朋友天當當，佢對助養人無微不至嘅心思，實在令人動容。他爸爸媽媽呢，都是做輔傳，或者是他媽媽是一個做演講的，他就想到，他說媽媽整天出去講課，
一定会很累口干舌燥嘛，所以他就想我要送给妈妈一个喝水杯，并且要在市场上给我买了比较好的。他就托我给他妈妈买那个比较好的喝水杯，能够保温的，就是冬天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快就能凉的。他这个心就这么细，他想到这么多，然后他就让我买之后，并且打上一个包装，然后他就开始想给他妈妈说什么话。他就让在这里工作的人呢替他写，因为他手不能写嘛，他念一句，然后就帮忙他写一句，写了一大张纸，非常感人的一大张纸，他就说了很多祝福的话，把这一个水杯送给媽媽。當黎明之家好多嘅小朋友進入青年時期，佢哋開始需要更大嘅空間去生活同學習各種技能。因為咁，喺2013年，亦即係黎明之家成立25週年之際，修女成立咗職業技能康復中心，為50名孤殘青年提供家居生活同工作技能訓練。佢哋就喺呢3排平房裏面起居生活。平房裏面相當寬敞，令佢哋嘅行動更加方便。除咗睡房、客廳同衛生間，仲有康樂室，設備齊全。每5位青年就有1位工作人員負責協助佢哋同訓練佢哋嘅個人生活護理能力，例如洗面、刷牙、換衫等等。然後就係家務訓練，每個人都要盡自己嘅力量為呢個家出一分力。食飯時間幫手分派食具、裝飯遞餸，定時定候要掃地、抹塵、抹家私、洗廁所，都係全靠所有人分工合作，令家居打理得井井有條。至於一啲能力較高嘅，仲要幫手照顧其他人，例如天生四肢殘缺嘅大寶，需要其他人貼身看顧，所以佢嘅身邊總會有1位一齊住嘅青年跟住佢，協助佢嘅起居飲食。喺職能中心嘅宿舍裏面，仲設立咗一個工作坊，為住喺裏面嘅青年提供工作訓練同埋機會。呢一日，佢哋就做緊一啲手工藝，將一粒一粒嘅珠仔跟住預定嘅圖案穿成各種擺設。而呢一啲製成品，亦係黎明之家嘅一種籌款工具。佢哋雖然穿得比較慢，但係就非常之認真，做出嚟嘅製成品手工亦都好仔細。因为做这个手工的话，一个是说它手工能相对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它也可以分清颜色，就是说它那个认知能力也得比较好，它可以分清颜色，然后并且做这个非常要求严格的是珠子不能多也不能少，你多1颗少1颗它就做不成就不行，就需要全部拆下来重新做，所以他们相对認知還算是可以的。大寶雖然手腳缺失，但係憑住佢堅毅嘅意志，佢學識用口嚟到穿珠，佢仲可以用口嚟到操控手機，可以想象到當中嘅學習過程係幾咁艱辛。職能訓練除咗令佢哋建立自信之外，仲可以訓練呢一啲青少年點樣理財。他们只要是在这里工作的话，我们都会每个月给他象征性的零花钱，让他自由的使用。那最少的也是，好像是5块钱吧，应该现在是啊，最少的是5块钱，那最多的也是50多块、60块，就那么个样子，也就是给他们这些钱呢，给你了，你就可以自由支配，或者是缴那个收机费。我们天大宝他有收机，他自己的那个话费的话，就自己来处理了。这个是怎么算的？一个是说根据他们那个工作能力，你的产品做了多少，还有你那个在这里工作的表现，你的积极性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准时到啊，
有没有为了这个团体的这个和谐啊，或者这个共荣啊来付出？是不是会经常在这里吵架呀？这个都会算在里面。这样的话，其实也帮忙他们学习，我对我的工作，对我所做的事情要负责。周末了，或者是有时候下班，像现在是夏天的话，下班以后它不是太黑，吃过晚饭以后也会带着他们去街上走走，逛逛超市。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如果有，那好，我看看我的钱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就努力工作。然后我赚了钱，回头我再过来去买，就这样一方面出去就是练习他们怎么跟人打招呼，然后如果真的想买这个东西的话，怎么跟人家讨价还价？因为现在这个卖东西的话，其实他要的价格都是非常高的，这个怎么討價還價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嘛，哈。工作上嘅訓練能夠令佢哋知道自己對社會有所貢獻，並得到實質回報。更加令佢哋正面咁肯定自己嘅價值。其實我們的目標呢，也是說，將來希望他們都出去工作，但是也是這是我們最終的希望了，也是他們的渴望，他們也想自己出去找一份工作。好像他們有時候會說，我們在這裡掙錢，掙的是姑姑的錢。如果我們出去工作的話，那我們就是掙了外面人的錢，拿回咱們家裡面來。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我覺得這個想法還挺好的，所以有時候就會鼓勵他們。除咗集體訓練，修女仲會因應佢哋個別嘅能力，度身安排適合嘅訓練。好似呢兩位小朋友咁，雖然有腦癱嘅問題，但係智力相當正常。於是修女就為佢哋安排數學運算能力嘅訓練，以應付日常生活嘅需要。雨婷，你說多少錢？說了，15粒辣條，你每天吃5粒，能吃幾天？啊？15粒，吃幾天？幾天？3天啊，非常好，3天。因为他们两个那个智力都是蛮好的，但是因为他们是脑瘫影响他们的四肢，所以他们走起路来呀，或者做肢体上的运动会比较麻烦一些。但是智力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天安康的话，那他现在是2位数的加减乘除，然后就凭他的脑力的计算，然后他就马上就会告诉你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们就非常佩服他。有时候我们故意的就是买东西呀或怎么样带着他去，哎，你帮忙我算一下这些东西。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然后加起来是多少钱呢？哎，他就会告诉你是多少。一谈到钱的时候，非常兴奋了，是吧？所以你叔叔找到你们那个兴奋点了，就跟你们谈錢。你看，只有錢的時候才能夠引起你們的注意，是吧？啊？沒有啊。呢度有部分嘅小朋友雖然有先天嘅缺陷，但係天主就賜俾佢哋非一般嘅藝術天分。天藍藍雙眼雖然失明，但係就有驚人嘅聽力同記憶力。憑住佢嘅毅力同好學精神，佢不單止冇帶住遺憾生活，甚至比普通人活得更積極。兰兰她20多岁的一个女孩子。他先天性的就眼睛就是生出来就是已经瞎了眼，然后他一直来他的耳朵都有问题但是每一次我来的时候，他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只要我讲出话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说王伯伯你来了一句话就我基本上就是快掉眼泪了。他每周都会有一次去宁晋县城的一个钢琴店里面，那里有老师专门教他怎么弹钢琴。完了给他留作业，他回来以后就自己在家里面练，每周末会去一次1个小时。不的，我们也相信这真的是天主给他的一份特殊的一个能力，让他虽然他看不见，但是他的听力非常好，他的記憶力也非常好，所以每一首歌曲的話，他聽上幾遍以後，大概他都會跟着你唱下來。佢呢一份渴求認知認識嘅。佢一聽到我係由加拿大嚟嘅咧，佢即刻同我用講英文喎，佢即刻同我講英文佢話 Uncle 你可唔可以教我英文啊咁樣？後來咧，我同佢發覺同佢傾談之中咧，修女亦都話俾我哋聽咗啦，佢喺啱去年嘅暑假咧，有一位講英文嘅年青嘅外國人咧，
嚟到佢哋嘅地方教咗佢講英文。哇，好聰明㗎！呢個女仔將所有個先生教佢啲英文啦，講得好流利嘅，完全一啲都冇即係所謂嘅問題嘅。呢份熱愛喺邊度得嚟嘅咧？係修女鼓勵佢哋，肯定佢哋，而不斷栽培佢哋，等佢覺得佢哋自己有用。他也是非常有愛心的一個人，也喜歡很幫助別人。他只要聽見誰叫他蘭蘭，哎，他就馬上過去。你需要幫忙嗎？或者需要什麼嗎？就很主動的去問別人。但是每一次我來的時候，他完完全全的，他非常滿足他所有的，甚至他不斷的在感恩讚美。因為有一天2年半以前我來的時候，他有耳朵幾乎聾了，另外耳朵有嚴重的那個發炎的問題。那時候他們醫生很擔心，說他會有耳聾，就是那個 permanent 那個 damage。但是我那天跟他講到話的時候，他居然告訴我說，感謝上帝讓我還有一個耳朵。他說王伯伯你好運氣，你運氣真好，因為上帝還讓我一個耳朵可以聽得到，所以我可以再彈鋼琴給你聽。你想看這麼樣的一個謙卑，這麼樣一個讚美的心，我們只能自慚形穢。每晚9點，整個中心會突然間靜咗落嚟，因為呢個係全院嘅弟兄姊妹一齊靜默祈禱、朝拜聖體嘅時候，喺佢哋嘅專注同虔敬之中，睇到佢哋對耶穌基督嘅愛。田玉玲呢自己，她最早的搬到這邊的時候，她就有一個理想，她的理想就是我要成立一個祈禱團，因為青年們每天晚上都會有一個大家在一起的一個祈禱的時間。所以我們教區的署理神父張神父來了以後，第一次來的時候，他就跟張神父表達他的想法，說：哎，要不要那個神父來參加我們的祈禱團？除咗訓練佢哋各種生活同職業技能，修女仲會為呢一啲孤兒嘅終生大事而操心。佢哋會盡力為心智成熟嘅孤兒尋找合適嘅結婚對象。過去幾年就有好幾位女兒出嫁，成功建立家庭。佢哋嘅婚禮當然係黎明之家嘅大喜事。喺黎明之家服務嘅修女見證住呢一班天父嘅兒女逐漸長大成人，仲自強不息去過有尊嚴嘅生活。修女都被佢哋感動同啟發。雖然我們這些孩子可能在正常人看來沒有那麼可愛，但是在我的眼裡呢，我覺得我們每一個孩子都很美。有一次呢，我在和一個團隊分享的時候，我說我成長以及我這一個信仰生活裡邊靈性生命的這個成長的經驗中，這些孩子為我來說幫助很大所以外在裡來說，我是在照顧每一個孩子，但是每一個孩子在不同的角度都是我的榜樣和老師，所以這是我信仰的一個經驗，也是我成長的一個感受。德蘭會嘅修女擁有一個信念，就係上主賦予每一個人嘅能力雖然有所不同，但係賦予人嘅尊嚴係一樣。每個生命都係獨特、有價值、值得被尊重。每個生命都需要一個能夠充分發揮潛能嘅空間同機會。佢哋呢一個信念喺黎明之家充分咁實踐出嚟。下一集我哋會睇睇修女係點樣幫助有家庭嘅殘障兒童進行復康訓練，使佢哋盡量發揮潛能。河北省嘅黎明之家設立咗康復站，專門為貧窮家庭嘅殘障兒童做康復訓練。剛來的時候，我們的女兒就連爬都不會爬，對了2週以後，我們就自己會爬了。不要說因為孩子不能夠，所以你要放棄了孩子，這樣的就是說你們的責任，他們的權利。德蘭會嘅修女點樣將希望帶俾有特殊兒童嘅家庭呢？請留意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
誰為愛世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